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0月21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0月18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20.71，收盘价是220.70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22.28，最低价是在219.23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3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4961.19万股，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缩。KD 值，双线是趋于合拢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目前在处于横盘的走势中。我们会看到现在双向都是在向水平方向延伸。MACD 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略有缩小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红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空头趋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 K 线信息。在10月18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的横盘中。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平开盘，然后呢在盘中股价一直是在小幅的震荡，然后收盘价是收在了开盘价的附近，生成了一根十字线。那也就是股价继续出现了一个横盘的走势，在等待突破。那日后股价突破的标志位呢，上方仍然是224，下方是214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0月1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横盘，收盘价在220附近；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下行，收盘价会在212附近。对，在这个位置。那实际呢，在10月18日收盘价是在220.70，出现了横盘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横盘不仅在点位上相接近，走势也是基本相同的。好，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说目前股价继续处于横盘，那么上方的标志呢仍然是224，下方仍然是214，所以我们依次先来从上行开始说。那对于10月21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，仍然是251。那到达251首先股价目前得出现一个反弹的走势。那么我们会看到，在连续数个交易日，股价一直是处于横盘的状态，并且呢收的都是含有上下影线的变盘的信号 K 线，成交量呢一直是呈现着量缩，所以这样的一个走势说明股价只要反弹，上方就是有压力。那么股价只要出现下行呢，下方就会有买盘跟进去支撑，所以股价一直在这个区域进行横盘。那么我们说了，股价例如如果是反弹的话，那么它要到达251这个目标，先要我们说叫反弹成功，或者说是有继续反弹的动能。那么能够继续反弹的标志，除了224前高以外，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缺口的中线附近，是在228附近。那这两个位置如果被站上，那么股价才有可能有继续反弹的走势，才能继续上行。那上方紧接着到来的压力就是20日均线值。那包括呢，我们会看到是10月10日这根 K 线的最高，这是一根起跌的 K 线。那么在243附近，包括
10月9日这根 K 线的最高在248附近，那这3个位置呢都会成为股价继续上行的压力。所以我们会看到股价要想到达251目前还有非常多的标志位和压力位需要突破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的这个股价在到达251之前的标志位，首先是224，然后是228。那251如果能够被站上，将会瓦解自9月30日以来的这个空头趋势，那么股价才会继续向上。当然，继续向上的目标就是第2个目标275。275如果能够被站上呢，将会继续自8月5日以来的多头趋势。那么当然，第3个目标就是271。271如果能够被站上，我们会看到整个这个股价的趋势那么我们会看到，也就是271如果能够被站上，才能继续自4月22日以来的这个多头趋势。我们从这条上行的趋势线也可以看到，目前来说，自4月22日以来的这个多头趋势现在还是在继续。那么股价只不过是在处于一个回档震荡的一个过程当中。好，这是我们相对于4月22日以来这个趋势来看是这样的。好，那么这是我们说股价上行的3个目标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。股价下行的第1个目标，我们仍然认为是203这个位置，因为我们会看到股价在7月11日出现回档以来，那么这一波反弹没有过前高，继续出现了回档，并且呢，在这个地方我们会看到是一个大幅的下跌，留下了一个缺口。那所以目前股价下行的目标就是要跌破这一波上涨走势的最低，实际上是在8月5日这根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182。那么要跌破这个位置，首先要瓦解这一波的多头趋势。那瓦解这个多头趋势，那当然首先的目标就是203，它正好也处在200关口附近。所以股价现在下行的第1个目标就是203。那么在到达它之前，现在的支撑位、标志位有214，还有210，就是这根红 K 的最低。这是我们在之前数次视频当中都重复说明过的2个位置。那么这2个标志位如果被跌破，股价是很容易去测试203的。对，好，那么203如果被跌破，将会瓦解自8月5日以来的多头趋势。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82，然后第3个目标就是下方的168。好，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上行和下行的分析说明。然后我们再来看，在10月21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之前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这根蜻蜓线的最低，股价在10月18日如果是在它的上方运行呢，会出现继续反弹的走势，或者至少会出现横盘。那我们会看到在10月18日股价一直是在它的上方运行，出现了是一个横盘的走势。那么到了10月21日，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呢，是这根十字线的最低219。对，那么好，我们先调整这个水平线到219。仍然有技术上的问题，我们不能调整它。好，我们在制作视频，现在可以了，好，那么我们调整到219，然后呢，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位置呢？出现这样的休息的 K 线股价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盘中，我们指的是盘中，如果是能够在前低的上方运行，那么股价才有反弹的走势，或者继续在这个地方横盘。但是如果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呢，
那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是仍然我们认为会出现一根实体长红 K 线，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。对，好，那么这是我们在10月21日盘中要关注的这个位置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日 K 线图的解读，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。好，对于周 K 线图，我们首先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0月14日当周，我们会看到生成了这是一根典型的蜻蜓线。然后呢，蜻蜓线啊是在相对较低的位置是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。那同时呢，如果是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呢，它也是止跌的信号 K 线。那我们会看到在10月14日这个当周啊生成的恰好是一个止跌的信号 K 线，并且呢，我们会看到这根当周的这个股价呢，虽然出现了一个较前一个交易周啊，虽然出现了新低，但是是在前面这根 K 线最低的这个地方214附近是遇到了支撑。那么股价的收盘价我们会看到又重新回到20日均线值的上方，所以我们说这根红 K 的最低214这个地方是有支撑的。那我们也会看到当日呢，当周的这根 K 线啊出现止跌信号 K 线是一个成交量是量缩。那一旦成交量呈现的是量缩呀，其实就给后续股价的走势带来了不确定性。我们先说，如果在这个地方抱有大的成交量是量增，那么出现这样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，在接下来一根 K 线啊，股价从技术上说一定会继续反弹的。但是如果前面是根红 K 抱有大成交量，在这个地方出现一根这个蜻蜓线，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作叫十字线，那么这样的 K 线啊，在这个地方出现都是休息的 K 线，那呈现的是量缩，那在接下来一根 K 线，那股价有可能会反弹，当然也有可能会在这个地方出现一根实体长红 K 线。那我们展开来说，如果在这个地方出现一根实体长红 K 线呢，那么将会形成一星二阴的 K 线组合，那这是一个下跌的动能的 K 线组合。一旦出现这样的 K 线组合，那么股价继续向下的目标就是这个位置，也就是182，或者说是就会去测试182啊。所以说这根出现这样的一根休息的 K 线仍然给股价日后带来不确定性。那么止跌成功的这个确认止跌成功呢，就是在接下来一根 K 线如果能够站上这根蜻蜓线的最高，也就是224，那么股价才有可能继续反弹。那否则股价我们认为会出现一个下行，或者是在这个地方我们例如比如说出现一个横盘向上，然后呢再次下行，这也是不排除有这样的可能的。所以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收盘价只有能够站上这根蜻蜓线的最高，股价才能继续反弹，否则呢，比如说冲高，然后股价仍然在前高下方运行，那么股价将会冲高，然后继续下行。对，好，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同样对于周 K 线图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，这根蜻蜓线的最高224和它的我们来看看信息和它的最低214将会成为日后股价的标志。我们在日 K 线图当中也是提到过的。好，那么我们继续，如果相对于这根蜻蜓线来说，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，如果是高开高走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反弹；如果是低开低走，股价将会继续下行。
好，我们再来看日后股价的走势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次我们对周 K 线图解读给出的预测。我们预测在10月14日当周股价收盘价如果出现反弹，会收在235附近；如果继续出现下行呢，收盘价会在205附近。周中我们关注的是前低214。那么我们会看到，在10月14日当周，股价一直是在前低上方运行，因此呢，股价出现了反弹，但是并没有到达我们给出的这样一个反弹的高位。我们可以认为说是出现了横盘向上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之前的预测的一个回顾。那么到了10月21日当周，也就是接下来一个交易周，我们继续给出股价走势的预测。如果股价是收在高位呢，我们要调整这个水平线，它应该是我们认为是240，继续出现技术问题。我们再来看下方。好，那下方呢，我们仍然是在认为，如果出现下行，仍然是在205这个地方。然后周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呢，仍然是214，也就是这根蜻蜓线的最低。也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如果能够在前低的上方运行，股价才能够收高；如果在前低的下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。好，那么这个我们再看能不能调整至水平线，就是可以了，我们从它调整到240附近。好，那么对241。好，那么我们再重复说明一下，对于接下来一个交易周，股价如果收高，应该是收在240附近；如果出现下行，收盘价会在205附近。周中我们关注214不变，仍然是这条水平线。好，那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。日 K 线图，我们接下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对于多头，目前在10月18日收盘价是在220.70这个位置，对于多头来说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或者是做多的。虽然股价我们会看到是依然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，但是没有大的成交量，并且呢，我们会看到股价是这样的一个横盘实际上是在等待均线的下移。那么均线下移之后呢，那么股价仍然会有向上突破或者向下跌破的可能。所以在这个位置对于多头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，是不可以建仓的。对，好，这是多头。我们再来看空头。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224到228之间，这是空头要守的位置。也就是股价反弹到这个位置一定会有空头力量的进入。所以我们说现在股价向上反弹的压力是非常大的。对，尤其连续数个交易日出现红 K，并且呢是处于一个量缩，一旦股价反弹有空头力量的进入，然后再加上市场情绪呢，对于现在这个 K 线的走势的趋势呢，这是一个下跌的台阶。对，所以一旦出现反弹有空头力量进入，那么不排除股价会出现一个下跌的走势。对，所以空头要守的位置是224到228，那他们的目标现在就是下方的，一个是这根红 K 的最低210，它仅仅是
这个位置仅仅是一个支撑位，那目标现在目前就是203这个位置。对，我们从几何的图形也可以看到，这个幅度是正好符合这个阶梯下跌的这样的一个节奏的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0月21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那么现在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前高222，因为站上这根休息 K 线最高，股价才能够继续反弹，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压力位。然后第二个压力位是224，第三个压力位是228，第四个压力位呢，我们给出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在239附近，这是上方的4个压力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，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218这个位置。对，是218。好，我们补充一下啊，为什么是218？就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218一直到220之间，所以在这个区域也就是这根休息 K 线的下影线这个区域是第一个支撑。然后呢，接下来第二个支撑是在218。我们重复一下啊，刚才可能数据有误。第一个是从219到220，这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在这个地方。然后第二个支撑是218，第三个支撑是下方的214，然后接下来是210，然后最后一个支撑是203，也就是第5个支撑。好，那么我们会把这个支撑位的详细信息呢，在视频下方的说明当中，我们会把它写清楚。好，这是我们说股价下方的支撑。在这里我们想说一下，如果股价是一个低开盘啊，我们认为这个5日均线值将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压力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10月2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。如果出现横盘向上，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19，在这个位置。上方呢最高会到达222.5，在前高上方一点，或者附近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21附近。对，我们预测股价会继续出现横盘向上。那么出现这样横盘的条件呢？横盘向上的条件呢是当日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19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横盘向上。那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下行。如果出现下行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21，在这个位置。下方最低会到达215，是在这个区域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18附近。对，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21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下行。
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0月21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